追查历史的真相并无容易。那亲像1980年2月28日发生的林家血案，到即当今嘛还未破案。对林家血案，政府有责任，无法度通提示。今仔日我代表政府，向林家道歉。二二八的事件发生的原因，绝对毋是族群的冲突，独裁者蒋介石伫大陆的战局节节败退情形之下，为了确保会当来台湾统治，所以犯下滔天罪行。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栋。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立法委员李坤城，我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我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我哥好，大家好。好，那今天是228的国庆假日。那当然，在这一天的时候，在往年，当然各地方会有很多一些的纪念的一些的活动。那包括你会想到，柯文哲柯前主席那个时候呢，包括他是228的受难家属，然后一路上2014年崛起一直到现在，那也当了民主党的主席。那当然，现在民主党的党主席是黄昌。那在今天的时候，大家都会瞩目到了一段，就是228，还记得吗？柯文哲那个时候一日北高，一日双塔。那今天民主党一样要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而且从土城出发，土城出发一路下去，当然大家会观察非常多的一些点。那这样的一个活动，它到底要凸显出什么样的一些的精神，或是真的有一些政治的含义，能够凸显出什么？不过一开始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那黄昌在一日北高在骑的时候，当然会谈到柯文哲柯前主席。来，我相信主席在里面，他可以感受得到，他知道从他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继续延续着他北高一日这样的传统跟精神，我相信啊，主席知道了，应该会觉得很高兴。过去的这段时间呢，我相信大家心情都应该可以感受到柯家人他们所历经的巨大伤痛。从过去主席的祖父走过白色恐怖的年代，结果没有想到，现在主席自己陷入了另外一种绿色的恐怖。大家，这就是从土城开始，然后包括在过程当中，为什么要有这个活动，又要延续柯文哲一些精神？当然就也不用单纯讨论柯文哲从头骑到尾，然后黄昌要不要骑到尾？可是黄珊在旁边，黄珊是要从头骑到尾的。这时候大家就在讨论到底谁才是柯文哲的一些精神。可是黄昌在这又点出另外一个白色恐怖，包括在昨天的时候，那北院也裁定了，那柯文哲会有包括解除禁见12天相关的一些事情。对黄昌来讲，这些全部都摆在这里头。228其实是我们台湾里面所有人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但是呢，今天看到黄国昌又看到柯文哲这些228，有点不胜唏嘘。而这不胜唏嘘在哪里呢？他刚刚那个直播我特别看了，请看右下角，在出发之前在车子上的2082，只有2000多个人吗？只有2000多人在观看，然后开始骑脚踏车了。直播右下角都框出来2082，真的是不胜唏嘘。以前黄国昌随便的直播都上万起跳，然后自从吴春成离开之后，看起来网军还是没有人接得上来，所以2082不胜唏嘘。所以吴春成真的是对黄国昌一个重大损失。这个重大损失之外，然后也不要去讲说体力的问题嘛，人家18岁的时候4点就没有好好睡觉，在那边背三民主义，体力不好合理嘛。所以我们也不用去计较他的一日北高，就是一天在台北北跟高，那中间这段时间体力不好，也是因为18岁的时候太辛苦了。所以这个黄国昌，但是为什么做这动作呢？因为228，那228呢，从柯文哲崛起的过程中，一直是柯文哲拿来凸显他跟台湾是有所连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他的爷爷曾经是228的受难者，柯爸。确确实实我们知道沉默寡言，那是因为有当时一些创痛，
那所以柯爸最近也往生了，而这种人生的大事，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嘛，都理解嘛，包含法官也理解啊，所以法官也给他限制接见嘛，因为他就长子，然后这个就4个嘛，对啊，柯妈，然后陈佩琪，然后妹妹，还有他弟弟嘛，弟弟啊，所以这个也是很，我们就知道法律不爱人情就是这个样子，法中情也看得到嘛。那这个时候，可是呢，对他们来讲，他们还是要把这个228拿出来。然后事实上呢，228，你看陈佩琪呢又讲了，228是你心中的痛，常和子孙辈谈过这个，很多小时候遭遇，就讲到柯爸嘛，那这柯爸里面，然后就讲了柯文哲救过很多人的手，但是现在无法照顾你，生病的时候无法照顾，怎么样的状况？然后为了一个不存在的根本没有参加的决策会议，然后他可以喊冤，我们的司法在没有3审定验之前，他作为家属。有喊冤的资格，也有喊冤的权利，尊重他。然后他说他是儿子是冤狱，我们也尊重他。可是当你把228还在这边连接的时候，事实上呢，因为228的话呢，我跟那个以前施明德那个旁边的那个慧君很熟哦，慧君花了一辈子的时间田野调查，薛化元老师这个整个228的，其实228早就在整个田野调查那些228罹难者的。他们的生平、他们的往事，他们已经不只是冤魂，他们是阴灵，在抗拒那种不义时代的阴灵。可是这种不义时代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当然我尊重你们，也尊重你们228的遭遇，可是你们来消费228，才让人觉得在不胜唏嘘之下，觉得非常的心痛。OK， 228那一段伤痛的一个过去，如果我相信年轻的一辈大概只知道今天是个国定假日，其实对那段时间，大概年轻孩子现在可能不是这么样的清楚过去那一段。好了，包括在我们那个时候，大家看电影里面悲情城市那一段所拍出来那些过程，你可能年轻人很难想象那个什么叫白色恐怖的感受。好，但是黄昌就直接告诉你，他的爷爷柯文哲的爷爷经历过白色恐怖。现在换了一批人，变成绿色恐怖，然后再加诸在柯文哲身上。所有这些要凸显的是，包括司法的问题，包括在228在这一天里面，用骑脚踏车，因为刚讲到柯文哲他的家人是跟228之间有这个连结，但黄国昌没有。可是他用柯文哲跟628之间的连结，把整个带过来，懂好？这整个带过来，他凸显2件事嘛。第一个，228这天对他们来说还是有意义的。那是用柯文哲来做中间这样一个 link， 刚好在昨天的时候，那柯文哲柯家人有去申请，包括解除禁见。其实奔丧的申请借户奔丧跟解除禁见这是2回事。可是，在这一天提出来，法官最起码是同意了。那包括228这一天骑脚踏车，一直到昨天的过程，你不可讳言有一件事，昨天的新闻几乎都在讨论的是解除禁见这件事啊。是，其实他们今天骑脚踏车。有多少人还在乎这一段？这个也是很现实，因为时间就这么多啊。所以你在看呢，就是说，好，我还是先讲一下哈。因为洪刚讲到绿色恐怖，对，228我们那时候会用白色恐怖。白色恐怖是什么？我用我自己一个小小的一个例子。我在考大学那时候考大学的时候要填志愿。我在中正新村，我们那边有基本上是外省为主。我那填志愿的时候填了一个新闻系，我一个好同学的爸爸，他以前跟过蒋孝文，他看到我填了新闻，听到我填新闻系就讲一句话：当记者的风险很大。我18、19岁，17、18岁，我听不懂这件事情。当记者为什么有风险？后来他告诉我说，记者。你如果是跑到政治新闻这一块，不小心会被关，那个已经是在蒋经国的后期的时候，我当个记者，我怎么会被关？白色恐怖那个是已经是白色恐怖很多年之后的后续。好了，那你讲到这个绿色恐怖的时候，因为昨天刚好合议庭嘛，就把这个因为柯文哲的羁押禁见是合议庭决定的哈。那合议庭就有条件的解除4个家属是可以跟柯文哲在3月10号之前，可以讨论这个治丧事宜。有没有办法用绿色恐怖这4个去说服合议庭？
柯文哲是无罪的。就我们用绿色恐怖嘛哈，因为黄刚一直讲绿色恐怖，如果绿色恐怖是可以是强而有力的，是可以说服的，它可不可以在法庭上变成一个辩护的依据？因为你要绿色恐怖哈，还有一个条件哈，在白色恐怖的时候，法院是会执行政治意志。那在柯文哲的案子上面，我们有没有机会看到合议庭去执行政治的意志？这政治意志，不管是现在的总统是赖清德，或者是执政党，就有没有这个机会？如果有的话，那黄国昌的绿色恐怖这4个字就可以成立。好，那如果未来合议庭如果万一判这个柯文哲有罪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所以绿色恐怖这4个事情是在跟谁讲的？他其实只是在跟还留在台湾民众党的支持者讲的。那你再回来看这次有条件的解除，因为申请解除羁押禁见跟奔丧是2件事情。这个柯文哲我觉得一定可以，3月10号不会有任何问题哈，也不会有让大家看了觉得说还要会不会带着什么借据之类的，我觉得这都不会有。但是因为铺文已经出来了，我家里都有长辈过世哈，3月10号到现在，其实大部分事情都已经处理完了。好，那当然可能有些细节还要再谈一下，因为柯文哲毕竟是长子，所以你看得到法官其实对柯文哲很宽容，尽量给予方便。好，里面只有一个问题，陈佩琪他们希望延到4月2号，希望讨论遗产。讨论遗产的事情，举律师就可以解决了。那律师如果需要柯文哲签字的，也可以跟合议庭讲。我想合议庭也不会拦这种事情，是不是需要3月10号再多20天到4月2号？所以检察官有意见嘛？合议庭就说那就是到3月10号，因为你本来就是在谈智商的事情跟攻击的事情。好，你这个回去看就是说28这一天，然后再讲柯文哲，再讲这所有一切，它是有一个目的嘛，就希望累积那个仇恨。28这一天，然后再讲柯文哲，再讲这所有一切，它是有一个目的嘛，就希望累积那个仇恨。都好，为什么媒体上报道柯文哲在内庭的过程当中，法官已经才3月10号，是，然后问柯妈有没有意见，问律师团有没有意见，柯文哲跟柯妈跟律师团都说大家不要讲，然后说就这样，然后要瞪着那2个公诉检察官，然后讲说不要拜托人家，对，就这样，为什么刻意要这一段？因为你刚刚也讲了，再延了20天，如果是讨论遗产，你在司法界去讨论这样一些事情，平心而论，大家都会说。你没有听过有人是用这样的一个理由要求那个解除禁见，还要再延这样的时间的？可是柯文哲在这当下，连柯妈我相信，如果柯妈讲，也许会讲一些也是比较感动的话，或跟庭上希望是不是能够让他儿子能够再多一些这样的时间。柯文哲为什么在这时候就这样卖够够啊？不要去拜托人家，不要拜托这几个人。因为柯文哲从一开始就觉得就是检察官故意弄我，检察官会故意弄我，就是后面就是民进党的故意弄我。这个他没有改变过，当事人会这样想，一点都不意外。所以那段是可以凸显出，他就是要凸显这一段。当然是凸显这一段，而且他是发自柯文哲是发自本心认为这是政治。这个我不怀疑。当事人的想法很多嘛，接触过嘛，就是我为什么会是我闯红灯，为什么是抓我不抓别人？故意的。整我嘛。他一贯了，而且柯文哲是知道的，因为合议庭很有趣哈，柯文哲的庭都是 open 的所以你都可以去旁听啊。那个一定会传出去啊。政治这一块本来就会在法庭里面产生，就当遇到政治人物。可是如果你不是政治人物，千万不要学柯文哲。柯文哲有的待遇，其他的人不会有，哪怕你是100亿富豪都不会有。柯文哲是特例。这个千万不能学，千万不要学，因为你没有那个本钱。只有柯文哲有。好，如果真的讲的话，国民党林涛，然后民进党柯成，白色恐怖、绿色恐怖，黄国昌一次都讲尽了，从白色恐怖时代到这样。先问一下柯成，
刚好今天是228，所以说当黄国昌讲说绿色恐怖这些，所以也是要套上整个司法，就像刚才东浩讲的，连柯文哲在庭上的所有那些，黄商在外，柯文哲在内，一路要呼应的就是绿营就是要整死我，赖清德就是要整死我，就是这样，这叫现在的绿色恐怖。这个黄国昌把这个发生在78年前的228事件，然后把它不当的连结说，在过去有这个所谓的白色恐怖，然后现在有所谓的绿色恐怖。然后请问一下，它这个连结性到底在哪里？那过去228事件，你包含是族群的省级的，包含是国民党政府来，然后对于这一个台湾民众的不公不义的事情，这是那一段。然后后来的这白色恐怖的事情，那可是现在面对的柯文哲是一个贪污的嫌疑犯，那你怎么可以用一个贪污的嫌疑犯来比喻说过去在228时代恐怖时期，然后被国民政府打压、伤害、杀死的那些人，这完全不能类比嘛？所以我不能知道说这个为什么这个黄国昌要把这一个7、8年前的事情，然后类比成说现在的这民进党执政了，所以民进党有所谓绿色恐怖，然后绿色恐怖呢，这个又在连结，就是说这个民众党的支持者对于这个赖清德、对于民进党的这些仇恨，我觉得是完全是在消费228这件事情。我认为这个是非常不公不义的。那说今天柯文哲有没有罪？那他现在在法院在审理当中，那也按照所有的法律程序在做审理嘛。那柯文哲有他的人权，那所以说也解除了禁见，包含说3月10号，那有机会这个参加这个他爸爸的告别式。是，我想这个法理之外不外如人情了那都有在做这件事情。那这个今天黄国昌当了这个民众党党主席，那他为了自己的这个声量，或是为了自己巩固他在这个民众党的这一个地位，然后呢不当连结，就是说你看现在柯文哲在里面，那所以呢就是绿色恐怖，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228我们一样要骑脚踏车，骑脚踏车而且呢再加码先这个骑到这个土城这个在土城再从这个土城在这个关渡那边再骑出去。那对于这个一般民众来讲，就觉得说，那好啊，那你今天这个黄国昌要骑这个脚踏车，那跟你过去柯文哲骑脚踏车，这完全是2件事情，不是说你今天跟着这228在同一天，然后你就去骑脚踏车，然后好像就是传承柯文哲的精神。我觉得柯文哲他讲他那一段他有他自己的故事，他可以连接到他自己的祖父，然后就说我们要用这个汗水代替泪水等等，他有自己的一套论述，但是我们看不到黄国昌有这套论述，他是没有，他是觉得说他在外面，那我们骑脚踏车，那这个以前一个人，现在一群人，对，然后柯文哲呢，那个在土城里面呢，就能感受到我们的这个信念。我说明一下，已经好几年都是一群人了。对啊，一直都一群人是吧？他第一次就是一群人，是一群人啊。第一次的时候是一群人。那黄国昌是第一次参加嘛，可能不知道说过去这一群人在陪他了嘛那所以说。那今天黄国昌在外面，他只是觉得说我们一群人在骑，那这柯文哲在里面会觉得很感动或怎么样？我是觉得说，对于柯文哲对于这些小草来讲，或许有这个号召力，但是对于所有的民众来讲，我觉得是无感的嘛。那尤其说最近这2天在讨论这一个柯家希望能够解除禁见的事情，根本没有人在乎说今天黄国昌他要骑这个自行车要北高这一类的事情，完全没有，只是在讨论说那到底你要骑多远？那你好像是骑到这个桃园，或是骑到新竹，然后在高雄在现征，然后为什么都是在这个半夜没有人的时候，那你要骑？好像大家讨论这个，没有人在讨论说你这个骑自行车把你跟这个柯文哲跟228精神连在一起，然后甚至说用这个东西来控诉民进党的绿色恐怖，我觉得这完全没办法成立啊。OK， 林涛，第一个白色恐怖这一段也被拿进来。虽然那已经是以前国民党很早以前执政那一段的那个过程，但是只要在黄国昌口中，这些如果一旦拉起来，他就出现了这些历史的连结。如果讲说连那个柯前主席在昨天那个所有的要解除禁见这一块，国民党在这一块会持什么样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因为今天是228，我觉得大家就是族群融合，然后大家要去反省和解。我觉得这是现在朝野已经讲了这几十年，带无意义。可是呢，柯案还是要看到晚近对于相关的判决跟相关的处理案例是怎么执行的。其实大家都拿一个案例叫戴宁的案例，2022年的3月25号的时候。戴宁他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吵这么大？因为他手铐脚镣，他爬进去，是。那后来这件事情是什么炸锅？为什么？因为你当然你可以按照羁押法第23条第1项，你借户返家奔丧，但重点是你在借户的过程中，有必要一个议员爬进去旁边他会绕跑吗？然后你让他戴手铐脚镣，所以后来是谁有异议？
是民进党的立委陈明文、王美惠、蔡宇等5个立委，直接跑去蔡清祥跟法务部长说：“你们太夸张了，你们完全不近人情，人情义理跟社会风俗，你们有没有放在统合的标准？”所以我觉得拿当时候民进党的5位立委来看现在的法务部，如果过程中你第一个3月10号，因为现在还没核定嘛，3月10号告别式你不让他去，我觉得社会自由公平。第二个，他到现场，如果媒体都在，介护都在，你让他手铐脚镣，民进党倒装了啦。当时候是民进党立委去跟蔡清祥讲不能这样干，结果蔡清祥当时候就叫这个我们讲到的法务部，他直接说未来一定要考量这个。所以我先给民进党一个标准哦。第二个。这个在讲说解除禁见到3月10号，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法律上的目前的判断的标准，我觉得没有太多可以质疑的空间。为什么？因为你按照现在的刑诉法第105条，它第4款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嘛，它的对象、范围、期间，在审判中是可以由说明法官来决定的。那只有一个部分是要讨论的，就是说为什么你觉得3月10号之前？他就不会泄密，而3月10号之后他就会泄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讨论的，因为怎么可能？因为你说啊，我是要给你治伤期间讨论嘛。那如果治伤期间的讨论没有监控的范围，你都可以讨论到这么大的范围里面，那为什么3月10号你就觉得他没事了？我觉得这依法论法，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层次。第3个，我现在看到一日北高啦，我自己是没有很深刻去了解这个活动，我是看到各县市有去做排班表，但我必须讲，看起来黄国昌主席是要透过一日北高，因为这个符号这个名词是柯文哲出来的，所以第一个我是要告诉大家，我是要承袭柯文哲的。接下来一路到3月10号的司法正义，我也会走柯文哲的路线，我不会把它丢包。我觉得第一个，第二个是他到各县市去，最好是什么？看有没有出来嘛。谁出来，谁没有出来，谁的论调是怎么样，彻底针对一个全台湾民众党各地的党务来做一个盘整。练兵吗？看起来是练兵加盘整。试水温练兵。对 ，OK。那试水温的态度为什么这么明确？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在党中央的一级机关已经全部调整了，民众党的下设的委员会已经都调整了，地方党部还没有调。所以这当然是他在3月10号整兵练兵试水温的一个重要的活动。你漏了一个人没有讲，你每次都会讲。对，你看，我想问一下，从头骑到尾的是黄珊珊，你觉得他是不是有刻意要在这一块啊？验收基层的比较像是黄珊珊，你知道吗？因为黄国昌应该是骑到桃园就直飞高雄吧？我以为黄珊珊现在被停权，准备要请辞他不是要跟着吴春成后面请辞吗？没有吗？他还继续骑哦，我不晓得，没有看到新闻啦。那你要逼一下洪国昌啊！你不是每次要逼一下洪国昌啊！可是刚才林涛前面讲的那一块，就是包括裁定解除禁见，然后包括到3月10号，或是大家都在提戴宁那个例子嘛？那个其实那个画面，我相信那个时候只要看过人，大概都历历在目。刚刚林涛讲都好，如果真的柯文哲那天3月10号告别式去的时候。出现的状况，如果像林涛刚刚讲，如果出现手铐脚镣的借据，他说民进党就倒了，会吗？当然会受影响，当然会受影响。所以3月10号就下个礼拜嘛，我们就很快就可以看到嘛。这个我一点都不担心，好不好？因为戴宁第一时间回家奔丧的时候是有带借据的，公祭当天就没有了。他是当时嘉义。嘉义看守所那边的安排是让他参加家祭，所以他是全程参加家祭，可是公祭就没有了。但我在猜柯文哲搞不好的待遇会更好。柯文哲我没有问过土城我没有问看守所，搞不好柯文哲有机会在公祭现场，因为他长子嘛，要站第一个位置嘛，然后还可以鞠躬打礼，好吧？然后呢，可是如果那个党工会有证人要跟柯文哲致意的时候就不要太近，好不好？那个党工会有证人要跟柯文哲致意的时候就不要太近，好不好？就鞠躬就好，因为介护人一定会这部分一定会旁边一定会有介护法警在旁边的那柯文哲不会有安全疑虑
那么现场那样子，你说要逃亡，我觉得也不会在那个时间点啊。那因为柯文哲主要当时被羁押禁见的主因，还是因为跟证人之间的跟被告之间的串证啦。那我认为从头到尾，其实这个合议庭对柯文哲本来就蛮好的。2次交保，第3次才基于尊重审级嘛。合议庭自己都写了嘛，所以这一庭对柯文哲，你不能说他对他不好嘛。那为什么要3月10号？反正就是公祭就3月10号结束了。那这中间，你当然只有跟家属嘛。所以我刚才没有听懂那个这个林涛那个质疑那个3月10号在干嘛？我跟你讲说，柯文哲是特例。一般的被告有没有像柯文哲这样子的待遇，很难。这本来就是特例，法官特别考虑。OK， 立夫，你可以骑多远？虽然你不是党主席，但是要问一下嘛，因为柯文哲骑因为你刚刚有算过，柯文哲骑一日北高的时候大概几岁？369公里，369公里，57岁，就第一次2016年57岁。你不要跟柯文哲比，你跟黄鸿昌比。三步可不可以骑36公里？超过。我骑过了，以前运动的时候骑过了。多久以前？板桥骑到3支，再从3支骑。以前 OK。板桥骑到那个淡水，3支，然后3支再骑回来啊。OK。对，可以了，我可以跟黄国昌稍微比一下。但是也被算为体力不是很好的那一类。那为什么黄鸿昌？你看，如果照你刚刚讲的，为什么这时候黄鸿昌还要用这样的一个活动？来去凸显出，他是要凸显他延续柯文哲的精神，但是当黄世安说他要从头骑到尾的时候，中间会不会出现一些政治上面一些的效应跟氛围？黄昌从头到尾，某种程度有人家讲说打绿，或是直接讲打赖，这是他现在的最重要的主轴。但是尊柯这一块，是不是对他来说是2条并进的路？当然，你说柯文哲目前为止对黄国昌，基本上他还有想要借助柯文哲去稳定他这个党主席在掌管这个民众党的力量。因为你才刚接没多久嘛。那坦白说一句话，地方上什么人头他到底有多熟？而且黄国昌搞组织向来不强，向来不强嘛哈。因为柯文哲对他来说，一直是他要借由柯文哲去稳定那民众党的一个力量。当然这个力量对黄国昌而言，仅止于就是一个神主牌。对啊，放出来，如果没事，柯文哲来党中央走一走，党主席要不要在门口接一下？进去的时候大摇大摆黄国昌要怎么处理？就有太上皇的感觉，对任何一个皇帝都会很不爽，就是2颗太阳，对吗？都不好，一定很不爽啊！2颗太阳还不是2颗太阳，1颗太阳比那个更高一点了，所以另外1颗太阳看那1颗太阳要抬头看嘛，所以矮一截嘛。你毕竟来说，民众党谁创的？他创的嘛。那所以柯文哲对黄国昌是这个党主席是有利益效益的嘛？利益效益的，所以延续柯文哲嘛。你记不记得当初蔡壁如要选的时候说柯文哲如果回来，党主席然后就交回去。但拿这个问题问黄国昌的时候，黄国昌是怎么答的？我们会延续柯主席的什么所创的什么继续往前进。他要继续往前进哦。是柯文哲你就在那边就好了，你创的东西留下来就好了。我会带着这个东西往前进。他会让你他只要需要4点的时候，在柯文哲的照片下面练柯文哲加语录就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柯文哲对他来说，目前他在当党主席过程当中还是有效益存在的啦，还是有效益存在的。那办这个活动今天走到这样，那打赖，你说他跟黄珊珊对比啊，当然就是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对比嘛。你回想2016年的时候，300多公里啊，390几公里吧，369公里，柯文哲骑完嘛。当然后面你说像去年的时候就是公职接棒嘛，那跑2016年的时候他57岁，柯文哲57岁骑了369公里。
黄国昌现在51岁，黄珊珊55岁，55岁。然后这个，我觉得他们的发言人真的很有趣，个人体力的状况不同看得出来，我们看得出来谁体力差了。我们这样我们就看得出来了，我说柯文哲跟黄国昌，因为黄国昌也是当党主席第一次骑双北嘛，我说他跟柯文哲一样有头有尾，他跟柯文哲不一样的是，柯文哲有中间，他没有。他只有头有尾没中间。柯文哲是有头有尾有中间，所以7.360几嘛，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嘛，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嘛。但是你说民众党里面的支持者看到黄国昌一日台北一日高雄，跟看到黄珊珊一路骑下去，你小草里面的感受是什么？感受一定不一样，当然。感受不一样哦，那大家会觉得在这一个延续柯文哲上面的一日双城，谁比较落实？其实它会产生一个大家会对比的政治效应嘛。因为你知道骑车，它某种程度是毅力跟耐力，对，跟体力，它都需要有。骑到某一段，你看。比赛就是这样，跟那个跑马拉松有点像。到最后撞墙那一刻的时候，你是要撑得过去，要撑得过去啊！你撑得过去，后面也许还会比他顺。所以柯文哲那时候的一日双城跟一日双塔，凭良心讲，大部分人是很佩服，而且在那个节骨眼，他那时候那些是在政坛上确实是个亮点。你刚刚讲57岁，然后要骑到这个样子，而且你不觉得，如果外国人来看到柯文哲，他的会问说：“你们柯文哲总统要选总统？当时的那个状况有很多人以为柯文哲是总统候选人，因为他每一个站那个时候不是很多要选，那时候刚好选民进党的，民进党那在每一站全部在西边嘛。所以你不觉得那时候，如果外国人不知道的话，一来还以为说，你们选总统，那柯文哲声势还蛮好的。所以小英那边去拜托柯文哲不要再骑了。对，所以你就看说。其实一日双城某种程度上，除了2014年的当选以外，2016年当初柯文哲的声望，对，当初柯文哲的声望，你看民进党是每一站里面每一个立委都急得要跟他同框，对，都在CBD上面的便利超商，在那边等着。所以你看到说柯文哲那时候的状态，那你现在黄国昌这时候的状态，结果没想到，我真的没有想到，既然是黄珊珊要骑全程，对，只有黄珊珊骑得完。只有黄珊珊骑全程。我补充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安静一点。你一听到黄珊珊，你不要补充。因为他过去一段时间都没事啊，所有的攻防你有看到他吗？柯文哲的事情你也没有看到他在练习脚踏车吧？果然，不然他怎么有办法？脚踏车是要练习的。反正谈到黄珊珊，你就没有正面语词了。对，林涛的暗流就叫正面语词了。林涛的暗流就叫黄珊珊。所以它会形成一个对比。大家会去看这个事，会形成啊。如果今天大家不会把它对比，我们今天不会讨论这个问题嘛？当然啊，对不对？你把黄珊珊骑完全程，你会把那个时空背景拉到2016、2017那时候的柯文哲一个人骑完全程的那一个时期嘛？然后你想到黄国昌的时候，你会想到2024年公职接棒那个时期嘛？对，而且我要补充一下，因为选举的时候我们喜欢看创意。柯文哲那时候一日双城，从他练习开始到真的开始骑，一路造势成功。他比总统候选人造势还成功。是啊，好，还有因为以前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搞过这件事情，他有创意。那这个又是体力、耐力各种总和。然后你看到民进党的公职，当时的全部站在旁边要等他。那今天你对照黄国昌，说实在的黄国昌。那个洞，那个台北跟高雄嘛，台北没有，台北到桃园。人家柯文哲创意还有飞轮，还有300万。对，那个不要糗他，今天不要糗他。办公室有飞轮嘛？不要去糗柯文哲了啊。那时候柯文哲为了这个事情是有训练的。对，当然他是有训练的。他是每天他在骑之前去市府还有那个健身的那个画面流出来，他还是有请教练的。还有爬楼梯练腿力的。对，所以政治人物，你看这两个人，柯文哲跟黄国昌都是2014年开始的。都是那时候太阳花学院以后。
黄国昌比较年轻，可是你其实看黄国昌一路下来，他没有什么太多创意。黄国昌唯一的特色是什么？他很有创意啊，咆哮啊，没有，政坛上很少人有人每天都在咆哮。那个喝多水，他就是比你冲。蔡英文要搞军公教年改的时候，他就是要比蔡英文更冲。OK， 他觉得你砍的不够多，他要砍更多，然后跟柯建铭吵架嘛。吵架啊。然后等到他反过来的时候，他就要比国民党更冲，他要比国民党更反赖。他觉得你砍的不够多，他要砍更多，然后跟柯建铭吵架嘛。吵架啊。然后等到他反过来的时候，他就要比国民党更冲，他要比国民党更反赖。可是就政治上面来讲，我们在看这个人物的时候，就那个创意啦，你有没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这个你不要为难。那个谁比较有创意啦？会设一个立法院，会设一个那个分贝器，你看多有创意。那是不是韩国瑜搞的？没有，这个是其实是钟嘉宾提案的。真的，当然司法委员会都同意了。钟嘉宾是司法委员会的嘛？黄国昌就讲说，民进党故意搞我。可是好，如果讲要有创意，要有什么的，清华为什么要弄一个让大家去做这样一个比较呢？因为大家一定会比嘛。而且这整件事情，除了柯文哲你说他有司法那些案子。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当他要申请借户奔丧，然后或申请，然后包括解除禁见的时候，刚好在这个时候，前几天那包括周刊里面，陈佩琪那个房子涡旋金那个钱，所有这些，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搞不太清楚，6000万1亿，然后涡旋金到底出了几个涡旋金，到底2栋还是1栋？5月的时候先4300万买3半，对，现金买3半。8月斡旋，对，厉害。大家在问好，这几件事情我一个个讲啊。第一个是这个前面讲到白色恐怖的部分，对，白色恐怖的部分，因为2016年的这个大年初5的时候，我曾经跟这个柯妈和柯爸到新竹的律师界去走村，所以当时对白色恐怖这段，因为你知道柯爸其实很少讲话，对，但是那个时候谈到白色恐怖的时候，他其实是有表达一些他当初的这个感触啦，比如说什么人叫我们怕死啊，怕到规身躯凶啊，邓来无规缸的人的照啊，类似像这个，你去想一件事如果白色恐怖跟他们嘴巴的绿色恐怖讲的是一样的话，请问今天有发生连审判都没有经过，就人先打一顿，打到回家之后人就走了，会发生这种事吗？不会嘛。所以这个白色恐怖白色恐怖实际发生的是跟黄国昌现在讲的绿色恐怖是完全不是同个层次的事情。再来这个是2017年，我刚刚所讲是2016年大年初5，我跟柯爸柯妈去律师界的事情。这个是2017在这个228的纪念音乐会，柯爸讲的话他说当年228事件的时候，就是柯爸的父亲就柯文哲祖父，为了保护校长跟多名的老师，被抓到宪兵队严刑拷打，遍体鳞伤，只剩半条命。回家之后，隔天就撒手人寰。请问这个在今天的台湾社会会发生这件事情吗？不会嘛。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他们嘴巴的绿色恐怖跟其实当年的白色恐怖是完全不是同个概念的事情。再来，这个柯爸自己说，228发生后的2天，他在念新竹中学2年级的时候跑去看热闹，结果呢，在这个现场新竹市政府的后方，国民党的阿兵哥突然之间胡乱开枪，差点把他给打死。这是他让当年觉得这个让他心有余悸啊。然后整件事情连柯妈都说呢，这个当时的宪兵队为了逼口供，然后把人打到无法走路，只能用爬的，这些都是白色恐怖的时候呢。现在都这个以上都是柯爸当年的2017年的叙述。所以呢，白色恐怖跟绿色恐怖到底是不是同一件事情？显然的，从柯爸自己的嘴巴里面讲出来，这是完全不是同个概念的事情。所以这件事要先讲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黄国昌为什么要用这个策略，其实是非常清楚的，他要承袭，希望透过柯文哲的影响力，然后让柯粉对黄国昌有比较多的认同感。可是呢，论述上，为什么前面我要先谈白色恐怖这一段？柯文哲当年在做一日北高的时候，主打的是他要说他有一个概念是228呢，不能只是一种悲情的方式呈现，所以呢，他用一日北高的方式呢，去主打说我用这个方式来纪念228。那因为我是228受难者的家属，所以他当年的正当性连结是非常的强烈。好，那回过来，就黄国昌想要去接收这样的一个一日北高概念，转换得过来吗？其实坦白说，转换得非常的勉强。那转换得很勉强呢？第一个，黄国昌自己本身呢，并没有这种所谓的受害者家属这样的一个背景在身上。第二个，黄国昌在一日北高的过程，你真的改了太多柯文哲的元素了啦。
这个为什么改了太多柯文哲元素？黄国昌，我们刚刚在前面新闻的画面里面，他是不是说哦，这个什么一个人走不如一群人走？现在是一群人走，是啊，所以阿北应该会很感动哦，不再是一个人骑了，是一群人骑。可是我给大家看哦，这个是从这个去年的时候啊，连续看3年哦，这个去年的时候柯文哲的一日北高，然后这是前年的时候柯文哲的一日北高，这是大前年的时候的柯文哲的一日北高。请问去年、前年、大前年是一群人一起骑，还是一个人一起骑？都是一群人一起骑哦。所以至少连续3年，民众党都是一群人在骑一日北高，然后不是一个人骑，所以这概念是有问题的啊。这是第2点要讲的。第3点要讲的，你知道这3张照片里面，3张去年、前年、大前年啊，这是去年、前年、这个是大前年的时候。这3张你知道都有黄珊珊的参与，黄珊珊是都有陪着骑的哦，所以等于说从这个大前年跟前年的部分，黄珊珊这个是黄珊珊，然后呢这一张里面也有黄珊珊，所以呢黄珊珊有没有跟着骑？黄珊珊是有跟着骑的，所以这个黄国昌的概念呢跟柯文哲的概念其实完全不一样。然后好来，这个柯文哲是在去年的时候没有骑完，什么意思？柯文哲在去年的时候呢，他有告诉大家说他这个没有，因为他没有练习，他没时间练习啊，大选完之后练习时间不够，所以他本来预计啊。注意哦，柯文哲讲说他没时间练习哦，但即便他没办法骑完，他预计要骑到哪里去？他预计要骑到彰化去。请问他去年已经几岁了？64岁、65岁哦。64岁的时候，柯文哲说啊，我没有练习，我骑的这个可能没办法骑很远，我骑到彰化好了。哎，请问黄国昌是骑到哪里？桃园呢？就是你有体能，你可能你还有这个练习那个时间的情形之下，你最远只能够骑到桃园去，然后后面在高雄部分你要分段。但柯文哲哦，而且这一段话我发现柯文哲昨天脸书上也有发出来哦，所以你看柯文哲昨天脸书发出来内容怎么写的？他就告诉你，2024年总统选战后练习时间所剩无几，所以本来打算中场骑到彰化就好。所以他的练习时间所剩无几，体能还不这个64岁的体能，他还可以骑到彰化然后后面呢，再让其他民众党的公职呢来做接力呢。但黄国昌是桃园之后就大家接力了，所以你会发现这3个元素，这个黄国昌呢看起来跟柯文哲状况都不太一样，而且更妙的是昨天柯文哲的脸书这不知道小编怎么剖出来的柯文哲的小编剖出这边脸书的时候有2句话，我把它给圈起来。第一句话叫做要怎么撑过一日北高，就是脚不要停下来。所以黄国昌有没有听到？要怎么撑过一日北高，脚不要停下来，你就可以从台北一路到高雄去，千万不要到桃园就停下来，其实就做得到了吧？所以下次再挑战看看好不好？脚不要停下来，这个有一点跟韩国瑜当年的经典名言很像选举的这个秘密就是票多的赢，票少的输。一日北高的关键就是脚不要停下来，所以这2句话有同工异曲之妙。第2句话这边这个我把它圈起来的是小编这里写的因为我相信这不是柯文哲自己写的，这个见证这场磨练肉体跟意志的挑战。那如果柯文哲的肉体的磨练跟意志的挑战是369公里，然后从台北一路到高雄去的话，那黄国昌等于只有柯文哲1/4的意志跟1/4的肉体磨练而已。所以对于柯文哲的支持者来讲，这个柯文哲跟黄国昌在这一件事情上看起来是能够有传承，或是能够套换概念在一起的吗？显然是不行的嘛。所以呢，这就是第2个部分，就是看起来黄国昌想要把阿北的一日北高牌这个传承到自己身上，但是对很多支持者来看，黄珊珊在这个传承里面，如果就一日北高来讲，跑完全程黄珊珊还不止1次，看起来他比黄国昌是还够力的。好，这是第2部分。第3个部分，那到底昨天很多人在干嘛？昨天我发现很多人其实看起来都是为了要蹭，就是柯文哲在这个解除禁见这件事情的声量。很明显像黄国昌讲这句话，说柯文哲逃亡是脑袋有洞。但是我们要问一件事昨天在讨论的过程里面是在讨论说这个柯文哲要不要放出来这件事情吗？如果柯文哲从头到尾都没有要放出来这件事，只是讨论要不要解除禁见的话，那怎么会有他怎么会有柯文哲会逃亡这个议题呢？然后但是黄国昌去讲了说柯文哲逃亡是脑袋有洞，这个其实是回到哪里呢？回到之前的问题就是柯文哲到底要不要继续积压的问题所以等于说他是同一套话拿来继续讲，然后呢再做这个声量，然后这里面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这个有一些小草，我昨天看到这个跟民众党有关的这个社群呢，都在称赞说柯文哲黄国昌2眼炯炯有神，这个看着阿北，好像要把阿北吃掉一样，意思就是他很关心阿北的状况。这个英雄式的陈述不知道是所谓何来，但是看起来跟声量，我觉得在上面都有很大的关系。然后第2个，这也是让我觉得看起来很有趣的这个去声援柯文哲，
新北市的议员林国春，这是国民党党籍哦，哽咽声援要民进党放柯文哲奔丧。五哥，这里面2个概念哦。第一，奔丧是3月10号的事哦，不是还没申请，跟解除禁见是完全不相关的哈。那而且只要申请，我觉得大部分机会都会过哈，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他去声援，然后要民进党这个放柯文哲奔丧这件事情，请问林国春去做这件事情所谓何来？这看起来也是在媒体上声量。就是趁这个声量机会高，要不然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嘛？所以呢，我才说昨天看起来有很多人，当然做这件事情的还不止这2位啦，做这件事还有更边缘的啦，那个其实我不太想讨论啦。所以呢，看起来我要讲第3点是，这整件事情哦，就看起来旁边哦只是吸引来很多来跟分享跟声量蹭跟声量有关的，不是真的跟关心柯文哲本案有关的。所以呢，话说这整件事情你就会发现，对于现在的主席黄国昌来讲，一定是他的支持者人数现在看起来巩固的不如预期啦，跟柯文哲有落差啦。而且我们当初是不是就说一件事情呢？这个对黄国昌来讲最大的挑战是哦，黄国昌的做事常常是减法哲学。所谓的减法哲学是说哈，对一个党主席来讲，正面的看你是不是要提出愿景，你不能只有骂人嘛，骂到这个要骂到你执政，这个感觉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嘛。但是对于黄国昌来讲，现在看起来他现在处理的东西都是减法比较多，什么意思？除了骂人他很在行之外，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我记得前2个礼拜我有讲过，这个只要党主席选举确定之后，吴春成的事情应该就会落幕。吴春成事件是不是就落幕了？吴春成事件就真的落幕了。然后柯文哲事情也很有趣哦，你看哦。党主席确定之后，其实黄国昌在提到柯文哲的时候都是带过而已。可是如果不是遇到柯文哲这个解除禁见这么有关的事情，而且柯文哲看起来未来在3月10号之前，他的家人进去跟他讲出来的话，都有可能会变成是柯文哲旨意的一部分。黄国昌是必须要非常慎重以对的哦。党主席确定之后，其实黄国昌在提到柯文哲的时候都是带过而已。可是如果不是遇到柯文哲这个解除禁见这么有关的事情，而且柯文哲看起来未来在3月10号之前，他的家人进去跟他讲出来的话，都有可能会变成是柯文哲旨意的一部分。黄国昌是必须要非常慎重以对的哦。所以呢，对黄国昌来讲，这个他在承继民众党跟这些柯文哲有关的支持的部分，很显然的，他想要尽最大化的能够让这些支持者可以巩固在他旗下，但是很显然的，我觉得他应该有感受到这里面流失相当大的部分。不过刚才讲到钱的这个部分，坤城，那到底这个过程，今天有一则新闻是说，那柯文哲他们那时候陈佩琪不是告了那个许富顺医师？对，这一件事情，因为为什么大家会讨论到解除禁见，有没有可能会变成会不会涉及到有没有串供或是灭证类似这些情形？是因为中间还卡了一个财产来源不明罪。对，那在过程当中，因为前2天的媒体里面又有到底一栋2栋1亿2 6千万斡旋金。农地卖了没？所有这些跟钱有关系的，讲到钱，我就想到，因为那个诉讼好像也在讨论当中，那个许富顺他的案子，他还提出一些其他的质疑。对，许富顺他提的，就是他提到，因为之前许富顺就有提到说，在这个2014年选举的时候，就有看到就是说把这一个一些政治现金拿回去家里，然后这件事情不是只有许富顺提嘛，那其他人也有提出来，然后提出来就是说呢，那大家想说，那是不是这个陈佩琪要去告？那后来好像真的有真的有去告，那可是今天许富顺他有提到了就提到说陈佩琪去看房子这件事情，因为之前有提到说按照他们2个夫妻的这个收入，那你扣掉说这个他们在家里的这个开支，扣掉3个小孩的那个念书的那些钱，那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去买这个房子？所以他再度提出质疑，就是说在2014跟2018这个选举补助款，那到底选举补助款到底在哪里？那是不是有去买豪宅？那这几天就因为这个周刊的报道，就是说，那的确啊，就是说在这一个陈佩琪的确是有去看豪宅，而且也去下了斡旋金。那这件事情连这个民众党都没有否认有这件事情嘛？而且从这一个赖里面也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柯文哲是把陈佩琪形容成炸弹。也形容成这个自走炮那要求这个陈志涵去处理一下这件事情那所以说刚刚有提到说，那到底是去看这个房子是斡旋金是10万这个好像没有人否认这个陈志涵没有否认，那到底是看1间还是看2间那
到底是6000万还是1亿2000万哈？因为我看陈佩琪他就提到说什么，他们在2010年哈在信义路买的房子哈，这个是6500万左右了哈。然后呢，他就说那所以他就是看他跟他这个房子哈等值的这一个豪宅，可是他是写2010年啊，那15年之后。房子会涨啊，好，不可能说你在，尤其在立法院旁边那一栋，你不可能说还是6500万嘛，当然，那一栋大概要上亿了嘛，哦，那所以说那一栋上亿的这个房子，然后被这个陈佩琪哈，他可以用这一个10万的这个斡旋金，大家认为不合常理嘛，因为大概斡旋金大概要1%嘛，哈，那你可以用这个10万，远低于这个市场行情，然后去下这个斡旋金，就第一个大家有怀疑，那第二个大家就质疑说，那是不是因为你是？这一个第3夫人，或者是说你是这个前市长夫人，的这种关系，你可以用这么低的斡旋金，然后甚至来喊价。那个房子，其实你去看实价登录，不是只有6500万啊，一定是上亿的嘛。那是不是因为你的身份的关系，能够让这个豪宅能够降价？所以这大家就在质疑这件事情嘛，哈。那所以说，到目前为止，那陈佩琪我认为是越描越黑哦，就是说，那到底你是用了多少钱斡旋金？然后呢，你是看了这个几栋豪宅，到底是1栋还是2栋？到目前为止，我看陈佩琪他的说法是漏洞是很多，好，那接下来就是说，好，那其实民众党也没有否认这件事情，那甚至在透露出来的这个赖的讯息当中，还提到说啊，你要先去这个陈志涵你要先去这个自走炮，跟这个自走炮，我先谈一下自走炮是指谁？自走炮是陈佩琪他先去看自走炮他先处理一下，先处理这个厘清买房的钱跟这个财产状况是怎么来的，然后再去处理斡旋金的事情。那的确啊，后来斡旋金看起来是有拿回来了那但是大家就把这个时序把它排开，就是说他8月27号拿回斡旋金，那为什么8月27号橘子回国之后，再隔2天？就马上出国这件事情，就在谈，就是说他们家这个财产来源不明的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说清楚嘛。OK， 青黄，你可不可以用很短的时间让大家知道斡旋金的疑云，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这个斡旋金的问题啊，其实一般来说，他说出斡旋很正常啊，出斡旋很正常啊，只是说通常出10万块的斡旋，通常针对大概就是总价不是太高的房子啊，比如3000万以下的房子、4000万以下的房子，因为一般对中介来讲，这个出10万块就代表你的诚意嘛。那如果你有谈成的话那就是10万块的可能到时候转成定金的一部分嘛。那如果没有的话，就退回去嘛。但问题在于说，陈佩琪看的房子就他看的那一间济南路上的那一间，那个是开价都是1亿2000万的房子啦，就1亿2000万的房子在斡旋的时候，你说拿10万块出来，这个。如果你是屋主的话，你也觉得怪怪的吧？对啊，所以通常这个前面讲说1%到3%，但没有那么死啊。但是至少说会说，比如说这个要拿50万，50万出来，你听起来也比较合理嘛。那也有人是说用邀约书的形式嘛，因为中介也不想说兼那么大把现金在手上嘛，那到时候还有点交的问题嘛。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怎么听第一个不合理是10万块，不能是斡旋金的部分那第二个我给大家看数字啦，就是刚刚前面坤城在讲的这个财产来源不明，再说这金额都不起来我们用数字给大家看。大家就知道这个到底出什么事情了这第一个，这个给大家看这几个项目，这是从柯文哲夫妻里面去推估他们会有的现金的部分这个现金的部分，柯文哲夫妻2023财产申报这个现金是存款是2464万，然后现金是0然后再来柯文哲总统选举补助款拿走是7380万，他自己承认的啦。他说其他的部分他拿走是7380万然后在陈佩琪的 ATM 理财数存60几次是存了619万到他的子女的账户里面去了。然后再来这个，你把这几个加总下来的话呢，他应该有的钱是1亿463万，这是算得出来的哇。当然你可能比如说有哪一些这个我们看不到收入，那个就算不到在里面。但至少以公职人员来申报来讲，或是底多加陈佩琪其他的薪资来讲，大概就离的数字不会太远。但是问题说为什么让大家会觉得讶异这边是我们讲柯文哲他应该有的现金的状况、资金的状况，对不对？那另外一边大家会讨论说，那你想买的东西到底要花多少钱？你想买的东西，第一个是这个下面商办他花4300万，这是没有贷款的，对不对？然后第二个，这个下面这个周刊揭露说他2间豪宅都是用上亿，那上亿我都没有讲那个原地那一间的1亿2000万我都算就算他1亿买到好了，就算这个金额买到好了，也就是你几乎是打88折、87折，然后就买到那间房子因为我们正常。一般中介其实开价跟最后成交价常落差大概88折、87折或是9折左右啦，所以我就算你88折买到了，就1亿2000万让你1亿买到，所以那你你自备款要60%嘛，
其实现在已经拉到7成了啦，但是去年那个时候还6成啊，就6成自备款的话，这一间就是6000万，2间加起来就是1亿2千万，所以1亿2千万再加4300万的话，就是1亿6300万。请问哦，1亿6300万跟1亿463万之间，这中间相差将近多少钱？中间相差将近6000万请问对柯文哲来讲，这6000万要从哪里来？这不是小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算数字下来的时候呢，你会很讶异。好，而且你知道我们在算他的这件事情的时候，还会算另外一件事情，就陈佩琪自己承认的部分。陈佩琪自己承认的部分，他自己发脸书，他有说提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哦，他说他其实不是只有要这样子而已，他资金的部分他还有卖房子。那卖房子，我本来以为他是2间房子都要卖，因为他们柯家有的2间房子呢，在陈佩琪名下的是金山南路的大安尚裕这一间房子呢大概最贵，价值最高。然后另外一间是柯富尧名下在杭州南路2段5楼公寓5楼的那一间40坪左右的公寓。我本来以为他是2间都要卖掉，2间都要卖掉，那个资产总和才会接近哦。结果你知道有趣事情在哪里呢？陈佩琪发脸书是这样写的哦，是想让他说他退休规划是想让小孩卖掉公寓后改买我们现今的住所，也就是他要小孩子呢，给大家看哦，在这里哦，他要小孩子。他是要让柯富尧卖掉杭州南路2段这间公寓，目前市价大概3000万左右，然后去买他们名下大安尚裕这间市价大概9300万左右。请问一下，这中间还有多少价差？中间还有6300万的价差呢？这中间要有6300万价差呢，也就是陈佩琪这间房子如果真的要卖给他儿子的话，如果按照目前的市价是用3000万卖给他儿子哦。那如果你是用这价格卖给他，就是要做成特殊人交易啊，对啊，所以陈佩琪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吓一跳为什么？我想说，这个他有没有想清楚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卖掉他杭州南路2段价值3000万的公寓，买他们夫妻名下这一间现在市价在9300到9500万的这个房子所以你等于说这个对柯富尧来讲，我这边算了一下这个除非他自己的自备款的部分，OK， 因为你9300万的房子对台北市来讲，这也是豪宅啦，所以你自备款会被要求也要有6成啦，要有大概5580万左右啦。所以这5580万自备款，请问这个阿瑶5580万要从哪里来？这件事很严重所以你怎么看他们家的现金需求都很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陈佩琪他们的这个买房的这件事情，从他既有的资金跟他们这个要买的这个部分看起来数量上是不合理的。然后陈佩琪呢，第二个部分是陈佩琪自己讲出来的，要儿子卖公寓去买他们夫妻名下这个房子，他们夫妻再去买豪宅的部分，资金的需求上看起来也是很不合理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陈佩琪的话讲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办法被说服，就是因为你这个数字怎么算都非常的奇特。OK， 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包括在解除禁见的时候，大家也会讨论到会不会有串证的问题，所有的考量都在这个里头。那当然说法律不外人情。那在3月10号柯爸告别式的时候，那一般预估柯文哲前主席当然可以去出席这些，只是在那过程会是什么样子，当然也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但是所有这些，包括黄昌为什么在过程这228一定还要延续这些，在版面上面一定要有，包括为什么要去龙山寺，包括为什么直播要叫大家宝贝，所有这一些。那有人讲说，因为在大罢免这一仗，白营不能缺席。那蓝营跟绿营之间，如果照第一阶段出来的话，那目前是19位蓝委过了第一阶段，但是那要被罢的绿委好像9席里头都是补件。OK， 那这里头上下这个比例，就赵汉康都看不下去，他觉得怎么会是搞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就讲他不是进第2阶段、第3阶段与否。如果真的绿营一个都没进到第2阶段，那对蓝营来讲，这气势大伤啊！我们打棒球知道，如果领先了10分，第7局提前结束；对，领先了15分，第5局提前结束。那现在是第1局19-0。那当然棒球没有规定，但是第1局就已经19-0了，这样子能够打得下去啊？观众就走掉了。观众这是球赛还没结束嘛，因为他还有10天补件，还有10天补件，所以他不是到9局这是下半。第1局，这是第1局。不要讲9局了，第1局就19-0。那结果我们小时候看立德少棒队是这样子，然后其他很少看到有第1局这样子的，所以国民党这次真的很难看。你说再补件或怎么样，但是出来的东西是，其实你会看到，本来还预估是第2阶段的时候，国民党凑不出来，第1阶段都变成这个样子，那国民党的士气一定很弱。然后这个结果是什么？还有这只是第一波，巧芯那一波2月11号的还没有所以搞不好差距还要再拉开。然后再拉开之后，接下来一定是要罢免的团体士气大振。那士气大振，下个礼拜拿到了中选会给的表格，
一定开始连了。那国民党现在开始，国民党才会一定要后悔，你怎么去修那个选罢法呢？你们现在要罢免的时候，你们要附身份证，这国民党造福了你们。对不对？原来是民进党的立委，像昆城委员就不用怕了，因为国民党造福了你们，国民党修的法你们适用，所以现在开始要重新去针对就很难了。如果重新弄的话，就是用新法的，用新法的，所以国民党造福了。用旧法，补件的是用旧法，补件的那个补件是用旧法，补件是用旧法，现在罢免的，对不对？送进去的，所以这里面的结果是吧？本来你以为会是国民党想说蓝绿对决，然后蓝绿对决现在变成是阵地保卫战，人家的完全国民党变守方，然后民进党或者是等到后面嘛，就2到3阶投票的时候，民进党完全是攻方，那现在国民党怎么打得下去？而且他们的士气会溃败，所以连赵少康都要讲，没见过战力这么弱的在野党，那真的是战力弱到不行，而且它里面呢，赵少康也大概语带保留，但是他其实也告诉你这件事嘛，加上先前传出好几件的超名册的被抓包，都是罢免民进党的立委，严重影响国民党形象，让支持者失望。然后后面呢，他后面呢也在直接讲下去，那也是他也讲了国民党联署动员的秘密。有人为蓝云开脱，倒数第2段，认为民进党有钱有资源可以，而国民党一穷二白，寸步难行。然后如果你说没资源就没有钱，那他的意思就2026也不要了，2028也不用了，而且后面就问了。我的钱呢？我的钱呢？我跟侯友宜的选举补助款1亿4000多万，我的钱呢？你们的那些立法委员每一票的钱呢？如果你们国民党连这样的动员都没有，生死存亡。所以其实接下来的话，你会看到整个战争后面本来是大会战，现在变成阵地保卫战。那阵地保卫战之后呢，还有很多时候国民党最麻烦是什么？牛棚里面很多市议员、县议员摩拳擦掌等着上阵，所以是不是保得住不被罢免，那是一回事。罢免之后的补选牛棚选手，林涛你要去哪一区？林涛，刚刚讲到，其实对你们来讲气势也重要，你不能够让人家。可是我有注意到你在媒体上也有讲，你觉得这一次整个弄完，当然可以补件了，对。可是你觉得这针对国民党的针对性太强，是这样吗？我先讲啊，因为创夏哥当然是用林俊宪委员的这个口吻啊，就是说这些你们在你就要有一个选区，你才有办法选立委吧？没关系，我们这一次一定是全力支持桃园的6席立委，我们有我在，好不好？这6席立委会非常稳定。OK。你觉得这一次整个弄完，当然可以补件了，对。可是你觉得这针对国民党的针对性太强，是这样吗？我先讲啊，因为创夏哥当然是用林俊宪委员的这个口吻啊，就是说这些你们在你就要有一个选区，你才有办法选立委吧？没关系，我们这一次一定是全力支持桃园的6席立委，我们有我在，好不好？这6席立委会非常稳定。OK， 有你在，你把邱医生放在哪里？当然我们是按照邱议长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张市长的政绩、邱议长的策略，还有我们其实大家是打一个团体战。那可是回过头来看，就是说你看到这次的大罢免时代，要不赖清德总统跟卓荣泰躲在后面，柯建铭说是在演双簧，因为他说他们2个都知情嘛，所以基本上这个大罢免时代就是这3个人发起的。那他的 SOP 是什么？是公民团体摆前面，反正你不管是青鸟冬季飞、夏季飞，然后曹兴诚领衔，青鸟跑前面。第2个一定要有各地有联署，德国也要。法国也要，所以王宏威跟很多的粉专出来讲嘛，未来连月球跟火星都有可能啦，意思就是说全部都想罢免你们啦。那重点是这些国外到底在该选区的票是塑造一个形象，还是说有实质的票？我觉得这就是民进党策略的第2环，第3环就是先指控。当然，现在中选会已经有跟地方选委会做一些初步的结果。其实，在这个初步结果之前，他就先指控对。你看这2个人造假，那3个人造假。那过去我们担心的这个过程中，想要用新制的过程中，民进党也反，所以我觉得这3个 SOP 现在是民进党针对大罢免时代的 SOP。我必须讲了，现在走到现在。中选会跟地方选委会出来审查的结果是如此，剔除了最严厉的标准，因为基本上过去联署没有这样严厉的标准，剔除了3成到4成。可是呢，我们还有10天的
补件期。所以我现在了解一个状况是，我们9位的罢免，就是这些公民团体青年去罢免这9席的立法委员，民进党全部都增加了2到3个站点。所以未来送出了这个补件数是要大幅超过1阶的补件的门槛的更多，所以我觉得这代表一个就是说没关系，如果他们要用这种阶段、用这种步数来做严审，那没关系，我们就就是认真的来努力。那如果大家想要在过程中针对在野内部，还是要针对在野见缝插针，我觉得不急。为什么？你等10天后补件没过，你再来打嘛。你知道为什么？你当然可以来检验说啊，你看。人家那么多，我们被民进党打成这样，被在野党被执政党花了这么多资源，然后你受到这么大的冲击，那你到底在干嘛？10天后再讲不迟。好，我没有说你不能讲，我说10天后再讲。刚刚他们就不用这么早讲这个。就不只是赵阿哥，就是说，其实大家想要在这个在野里面要开始点战犯，不急着点战犯，而且点战犯也不会只有一个人点，但我是觉得不急。再来，我要讲啦，在过程中这过程中真的大家不要觉得在野是国民党中央而已，在野阵营包括台湾民众党，包括这些县市首长，包括这些重要的蓝营要角，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今天你打爆了国民党中央或是任何一个相关党中央的机构，现在民进党是排山倒海的，赖清德排山倒海的要歼灭你在野，没有一个阵营在野的阵营是你点了一个，然后你自己可以保全万全的，不可能。唇亡齿寒。对，唇亡齿寒。所以现在的阶段应该是10天后，或是甚至第2阶段，或是甚至到罢免的这一个流程之后，再来检讨战犯，我觉得不迟。OK。义父，林涛讲你为什么叹气？第一个，他说民进党公民摆在前面，在背后；国民党是公民摆在前面被揭穿，不是公民。严审，新北市政府是谁？台中市政府是谁？第一关都是市政府审，送上选委会嘛。所以你讲什么用这一招严审？严审啊，张宏禄是哪一个地方查对？新北市长谁？侯友宜啊，何新存他们查对，请问你是哪一个政府？卢秀燕呢？讲了半天郑前他们现在是谁？邱成远啊，蓝白合作的，这些都是坦白说一句话。还没有送中选会，我就跟新竹市的有的那个选委会里面刚好晚上约吃饭，他就跟说，今天早上我们都审过了，2个都过了，就郑前跟高虹安都过了，我们准备要送中选会。严审的到底是谁？不然你国民党用这个借口，我真的有点吃饭的是民进党的，觉得很奇怪，这个借口成立吗？这个借口成立吗？花莲动水表都还过嘞，最严审的不是花莲吗？还查水表嘞，结果到最后不是也过了吗？一审也过了吗？所以这些理由，我觉得赵少康骂的蛮好的，就在野党你自己就联署不过嘛。来林涛。基本上呢，这个有人骂在野都会觉得骂得好啦，好，所以也不用说今天一个在野的人出来，在野就说见缝插针，你看他骂的超好的，对不对？我觉得不必要这样讲，就是说现在重点就是说这10天就依法，然后把这个件补成，我觉得这就是现在最大的公约数，最大的共识。OK。坤哲，你在过程当中，第一阶段本来也有传，你有在那个第1阶段，我的第一个阶段9个里面没有过的啦。你是没有过的那个，没有过的，你有告吗？因为民进党好像有好几位，不管是我是第一个去告的嘛。你是第一个去告的，因为那时候就是有这一个幽灵造册，他的确是有人收到这个联署单，OK，就说他没有去联，他可是收到了哈，然后他当然就查询单上面就写说这个否，然后我就拿这个查询单，我就去告，我就是说这个人就是说他没有去联署，说要罢免我，但是就是有人伪造文书，好，所以我去告，好，告这个伪造文书，然后也告这一个违反个资法，哈，这是一个阶段，而另外阶段就是说中选会是这2天哈，他们第1阶段查核哈，就是说包含国民党是跟民间团体推动的罢免国民党19个，目前呢19个都过了嘛哈，而且我看这个民团他们自己有公布，因为他们都会收到
领衔人都会收到这些中选会给他们的数据哈，他们的这一个大概大概合格率都是超过95%以上。好，那这个民进党这部分哈，包含我哈，这个就是9个里面之一的哈，这个都没有过哈。那我们就是要补件的这一块，对，要补件哈，就当然有10天的补件啊哈。那我只是说哈，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法律常识，就是说哈，这个谁在查？查都是地方选委会在查，那当然最后做审议的是中选会。那所以不论是我在新北市，那新北市市长是侯友宜嘛，所以我看到那个地方的选委会，新北市选委会都是国民党的这一些政务官嘛，哈，那包含说桃园啊、台中啊，甚至说花莲都是地方的选委会在查的，哈，那所以有国民党的人讲说啊，这个什么中选会查了这么严格哈，删掉3、4成哦，那都是地方选委会在查，啊，这跟中选会没有关系。我说第一个哈，这个有一些法律常识要让大家知道。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说当然话他们会不会补件？那10天有可能也会补件的哈。那只是我要跟这些恶霸的这些哈国民党的这些团体来讲哈，我举嘉义县的例子好了。嘉义县哈连领衔人都是被冒名的，领衔人都不是被冒名顶替，就是说他没有去领衔啊，怎么会变成领衔人啊？然后他太太也变成什么发起人之一啊？所以他就是说这个哈，他就也被告了嘛，因为说他不是领衔人，连领衔人都被冒名顶替。那国民党已经做切割嘛，好，所以我也是奉劝说这些国民党这些附属的这些恶霸团体哈，如果你们万一出事了哈，像不论是我的案子哈，或是有10几个哈，像这个嘉义县的案子哈，国民党已经做切割，他就说这个是你们的事情，好，那跟我没有关系哈，所以国民党也不会帮你们找律师，好啊，到时候出事了就说这个是你们自己要去搞的哈，跟我们国民党没有关系哈，这是我要提的。那第3个，那林涛哈，他是这个帮这个朱立伦讲话哈，啊，但今天骂的最凶的，我看是赵少康是国民党的，也不是我民进党的，是赵少康在骂国民党嘛。那这个说根本没有战斗力，那我看这个包含林涛刚才所讲的，或者是说，我也看到这一个在网站上面哈，有国民党侧翼也出来了，就马上就骂赵少康啦，就说赵少康你如果说在骂国民党没有战斗力的话。你这赵少康你自己要不要出钱出力？你自己要不要出来摆摊？所以说就马上国民党的侧翼就在护了朱立伦了嘛，马上就骂赵少康嘛，好，所以国民党骂国民党都是很精彩的啦哈。那第4个，我跟林涛来讲说这个有他在哈，桃园6席都很安全哈，我是觉得刘许婷可能会比较危险一点点啦哈。刘许婷如果因为林涛他这样暴动的话，我看你是真的蛮危险的。2个层次哈，第一个就是说，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过去中选会其实在审议完成之前，立法院所有的立委已经拿到审核的结果。没有啊，你这乱讲，已经2次都是乱讲，你这个媒体都知道，所有的媒体都知道，所有的资料在立法院流出来，看起来是从绿营出来。第一个，第2个哈。没关系，因为刚才这个李坤城委员说他是在9名里面，他讲说你们这个联署都造假啦，你们没有办法联署完成啦。我现在跟所有的好朋友讲，李坤城委员的案一定过，一定给你补 double， 好不好？这就是我们对于大家对于这样子的承诺。OK， 可是现在整个大罢免一路往下走，东好。本来预估的就是大家各自可能蓝营被送到第2阶段的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绿营也不会没有，那就是数字而已。所以大家各自防自己的一些人，然后再攻其他的。但如果照这个数字这样一路往下，所以今天媒体上有一篇的报道是说，有蓝营里面是不是有人在认真考虑？因为罢免有一些的劣势的地方是，第一个罢免不能募款，是，所以你是要自己去掏家本，然后去面对这场打起来跟选举一样的选战，搞不好还更劣势的一种做法的选战。所以蓝营里面真的有声音开始出来说，要不然这样好了，他们都说我们不敢倒戈，真的大家来倒倒看，倒完以后就全部重选嘛，绿营也重选，蓝营也重选，大家全部都重选。真的有人蓝营真的有人会这样想吗？少数是少数的声音吧，多数应该还不至于，至少傅昆萁应该不会吧？因为如果一旦黄国昌也不会支持，因为你知道吗？民进党这边我在猜，多希望国民党提倒戈。其实我也很希望提倒戈因为倒戈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白的8席一定没有到8席。前面讲那个一日双城，就告诉你一件事情：黄国昌的能量小于柯文哲。2025年的柯文哲又小于2024年的柯文哲。就那个369已经过去了啦，只是大家不晓得要打几折嘛。多希望啊！林涛，你们要不要帮忙一下提倒戈案啊？对吧？应该是
不是不会吧你们要不要因为看起来你都有看到那篇报道吧？对，国民党我看到也有少数派的声音啊其实你刚才东豪哥讲了嘛，就是说台湾民众党现在的气势跟整体的数字，因为他们没有区立委，他们是不分区立委是，基本上在理性的这个判断上，我觉得现在提倒阁几率算低的。不过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说，因为不能募款，那国民党区我们刚才算多少？他是36，是不是？区域立委36+1加陈超明，加陈超36，然后他们现在34个，他们现在除了金马以外，对34个，除了金马以外，全部都被对，第一阶段对都有35个，对，加陈超明35个，所以对国民党区域立委讲，那这里面要很小心哦，因为你不能募款，你万一为了要动员募款了怎么办？因为不是每一个立委后面都有县政府，有县政府的那个有行政资源嘛，那个你很难抓。啊，如果要靠自己的嘞，像我们新竹2选区的林思明，那怎么办？那等于是要再选一场那头很痛所以这个会是个很实质压力。我有一次有跟王一川在聊。王一川他们其实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有考虑过一个假设状况。如果到2阶段或者3阶的时候，如果状况不对，所以一般我们现在不会把可以过关的3阶过关的国民党立委讲太多。我们大概点了几个。可是万一这5个月里面发生又有人犯错或干什么事情。万一有超过10个变危险名单的时候，国民党会不会直接用倒阁把3阶的投票挡下来？我讲的是一个假设状况，但是有点脑筋急转弯。到时候是倒阁的顺位比较在前面，还是已经进入到3阶的顺位在前面？可是刚才讲到，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因为你说白银的8席，如果真的倒阁重选的话，可能以现在的气势或各方面，可能拿不到8席。对，所以黄国昌就很重要，因为单纯蓝营要提倒阁的话，如果要是白银8席不同意倒阁，如果绿营也不同意倒阁，那蓝营那50几席最多到54嘛，52+2，他还是不能倒阁啊。对，所以现在就变成黄国昌的态度，其实黄国昌民众党主席很重要啊，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如果不答应，你也不可能倒阁啊。现在就是这样啊。看民进党记名表决你们有没有人倒阁你们有没有人派人说好，我愿意牺牲，我记名投了？如果到时候国民党真的要因为他是算立委总数的2/4出席啊，对啊。所以就看你们啦。如果国民党如果真的要倒阁的话，是会倒阁的。真的吗？所以你们会答应吗？倒阁是会成功的。我想过一个状况，就是蓝绿政党协商，同意一致，国会重新改选。好，我愿意牺牲，我记名投了。如果到时候国民党真的因为他是算立委总数的2/4出席啊，对啊。所以就看你们啦。如果国民党如果真的要倒阁的话，是会倒阁的。真的吗？所以你们会答应吗？倒阁是会成功的。我想过一个状况，就是蓝绿政党协商，同意一致，国会重新改选。OK。可是一夫这次的选战，大家都好了，大家打开天窗说了，没有什么冷战啦，都已经搞成这样，还冷什么战？尤其最近出现了几份民调，你看冷战搞不好就一定挂嘛，所以势必打热战。尤其像巧芯，你说巧芯应该是热战的一个代表吧？他一个热战，包括跟巧芯这两个人弄到不只是这个选区哦，包括大家讲说那个是不是外溢到所有相关选区全部都在这。昨天还有包括绿营里面是不是有一部内参的民调，蓝营的3个不管是你说洪伟、巧芯跟燕秀他们3个人，这里头的那个民调里头到底差距多少？你只要看我相信蓝营自己一定也会有滚动式的民调啦，绿营也一定会有啦。所以这一仗没得说，热战一定，只是那个热战像巧芯他们的选区的热法到底是好是坏啊？当然，徐小新的想法，当然热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的利弊得失基本上已经看的是没有出来的投票跟中间选民这2块，看的是这2块利弊得失。那基本上如果打到热到一个程度，其实就可以相对不用太考虑基本盘的问题。
你打到热的时候，基本盘被吹出来的几率相对高。当然，好，那就是看中间跟出来未来可能之前没投票，要不要出来投票这2块。那这2块，你的战略要去怎么打？那你可以看得到徐小新锁定了曹兴诚等等，打成一个乌烟瘴气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让人家觉得说啊，虽然我不喜欢徐小新，但我也不喜欢曹兴诚，算了，不投了，这一部分不投了，我就不投了，对啊，我就不投了，我就不投，坚持要罢的，跟坚持不同意罢掉徐小新的这2块。曹兴诚，你说他什么？这2块都不会动，都不会动了。中间这一块，怎么移动的问题。但他的热战打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其实徐小新某种程度的仇恨值也相对越拉越高，越拉越高。其他选区里面看到了徐小新的仇恨值，却不能罢免，就去他会找谁？黄国昌的仇恨值的转嫁，包括徐小新，我不能罢免你，但我有国民党同党立委，我看到那新闻，觉得你的嘴脸什么，我非常讨厌的时候，我又罢不了你的时候，徐小新的仇恨值，傅昆萁，徐小新的仇恨值往哪里转？管到同党委员。所以叶元之小心一点啊！本选区本选区的，因为我始终记得他嘛，因为他是我们选区的嘛。OK，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遇到叶元之，叶元之是礼拜4的事，好不好？好，他也会转移哦。那他自己可能在战略上、战术上面他是对的，但是对国民党里面反罢免的整体战略上面可能是错的哦，可能是错的哦。所以这是一个相对2面刃的问题啦。当然是我们都知道嘛，徐小新一定先保住他自己嘛。他的包括，因为他的指标性太强，他指标性所以蓝营护他的那个基本盘一定大。那相对其他选区也许不见得指标性这么强，所以你说旁边的那个包括护的铁票或是那些人，可能就不见得像小新有这么高，对，相对风险就会被拉大的意思，会被拉大啊，所以它会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呀，很麻烦的问题。比如说，你看，傅昆萁对卓荣泰的那一次的质询，那他的仇恨值本来就高，那个画面出来。你认为说不是傅昆萁的选区，其他的选区看到那个画面，会不会增强我要去罢免？就是说大家的仇恨值一开始就很高了，但是他是不是一直在累加他的仇恨值？一直在累加的过程当中，他就会转移。包括黄国昌，他也一样在转移啊，那现在立法院又开议了，那很麻烦。你说媒体不每天盯着徐小新吗？当然，徐小新在委员会讲了什么，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一定会被盯住嘛。傅昆萁在做什么，会被盯住嘛。王宏毅在做什么，他会被盯住嘛。你现在罗志强也接党团干部了，他可能下一波是会被盯住的人，因为党团干部不可能说我什么事都不敢，躲在角落里嘛。所以你这些东西会不会在持续不断的扩散？你像刚才说绿营内部民调里面呢，其实他那个民调我是有点打问号。我有点打问号。他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罢免联署如果过门槛，你是否会投票？然后59.8对33.3。投票，有59.8说会去，将近60%说会去然后33.3，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假如明天投票呢，结果变38.2比47.5，问你，通过的时候你要不要投？我会去投。那明天投票呢？结果不投的人变多了，要投的人变少了，所以我觉得这份民调对我来说有点盲点，你知道吗？就问你过还很远的事，你说我会去投。问你如果是明天呢？不投了，而且那数字差太多。对，不投了。然后不投的，就是说要投的，结果掉了
20%，说之前说联署过了，你会不会去投？说不会投的33%，结果明天投票不投的人增加了10几%。这个民调我有一点觉得纳闷，你知道吗？因为远的不知道啊，明天放假嘛，要出去玩。然后它里面又说交叉询问一定会去投票的，一定会去投票的28.1比15.4。我说黄宏威罢免赞成罢免的对。你说徐小新赞成罢免的30.9比不赞成的15.9，然后李彦秀是25.5比12.5，但是我又有一个问题了，那一定会投票的占多少成？数据上也没看到。如果说我一定会投票的占3成，那就告诉你不会过了。就说你的公民数里面如果只有38左右的话，你依据比例就不会过了。好。所以他那个又是多少，我也不知道。所以他那个又是多少，我也不知道。OK， 但唯一一个我觉得值得参考的数据啊，它里面提到说，同意罢免的。会去投票的97%多，90几%了。然后说，反对，同意罢免的93.6%说会去投，不同意罢免的只有47.4%会去投。我觉得我比较在乎这个数据。这个数据是一个对国民党来说很麻烦的数据，很麻烦的数据。比如说，我就说好，赞成罢免的只有4成人啦，反对罢免的6成啊。看起来好像你以这个数字反对罢免，好像你不会过，你不会过。但是如果用同意罢免的投票跟不同意罢免会去投票的，你一算，4成里面的乘以9点多，3成6、7然后4成7的时候，6的时候只剩下2成8几我觉得这一个我所有的民调里面，我比较在意这一个数据，而且这一个数据还表达一件事。就是说，是不是同意罢免的人都会投票，已经快要碰到顶了。而国民党里面或是被罢免人，他还有在强化动员的空间的拉比。这里面我觉得这个数据是绿营里面所有参考数据里面，我看了半天，我觉得这个数据比较值得参考。刚刚一夫讲的那个论述，林涛。以党中央的角度来看，是不是要统合所有的各方之间？譬如刚刚讲，如果要是小金这边罢的太热的话，会不会外溢到其他地区？对，就他每次都喜欢提的，因为本选区，对，本选区。就当你不像小金，就是那个基本盘或是会这么具指标性的那个时候，会不会风险就被提了？以国民党朱立伦主席，像前一阵他有提到说，不分区大家不要闹事啊，或者什么这些。可是其他地方要不要统一？就是讲的大家的节奏。这需要做这样的一个统一的步骤吗？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假设进到第3阶段啊，当然不分区，因为他现在没有任何区域立委的压力嘛，所以他当然要配合党的节奏，因为你是党提名的嘛。那可是呢，针对所有的区域立委，有的热，有的冷。我说真的，到第3阶段没办法分区域了，这大作战一定是全热的。那到最后看起来，就假设是这个整个罢免，假设是蓝营被罢免，那蓝营被罢免的这些委员，假设他们想要吹，一定吹到25%到30%。他们要吹到这个门槛嘛？那所以我们怎么样到最后是吹到31%到35%，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所以刚才上公在讲说，现在的民调确实还太远，因为你没办法了解说他确实要去投的人出来投的比例，你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核心支持者告诉他们，你不要侥幸，你就是全部要出来投。你一侥幸，一觉得我要不要现在民调高、民调低，我危险不危险，而觉得说我就是不要，我不支持这个罢免，我不出来投，那你就挂了。所以这个看起来从台北市、北基桃一路到这个南部，所有战局到第3阶段会变成大作战，而这大作战看起来是民进党 VS 所有的在野力量大对垒。OK， 那金华。其实虽然罢免理论上跟白银没有关系，因为不分区没得罢，但是你从黄国昌主席在过程当中，包括从龙山是以这样一路
看起来的话，显然在这里面他们一定会扮演某种程度的角色。刚才讨论大家在讨论就是连倒不倒阁。其实白银的8席也占很重要的一个脚步，除非蓝绿达成共识，除非是这个样。可是他最近也直接讲了，就如果第3阶段啊什么的，他要给绿营震撼教育。如果不知道，那震撼教育是因为只要进了第1阶段，才有第2阶段，才进得了第3阶段啊。不管哪个阶段，他都希望给绿营震撼教育。不会等一下，我问一下，那个黄国昌给你们 know how 了没有？他不是说要给你们 know how 吗？我这个里面要补充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当兵的时候才知道，震撼教育其实是口包单。会啦，就是不是因为人家在举办一日北高嘛，又有这些司法争议，对，而且在10天内，我们相信到第2阶段到第3阶段才是真正的大对垒。OK， 我觉得重点会放在3月10号之后啦。3月10号是一个时间点也就是说，我前面有提到嘛，就是这个柯主席家里家务事的告别式之后啊，那个他就是恢复他原来觐见的那个状况。3月10号之前呢，他看起来黄国昌应该跟柯文哲的家务事还是要做一些连结的，那只是用怎么样连结而已。所以3月10号之前呢，我觉得他不会全部的心力都放在大罢免这3个字上面，毕竟在这个柯文哲主席家务事的时候，尤其是丧事的时候，你在这时候很愤怒喊大罢免，那个气氛上面是完全不对的。所以我觉得3月10号之前呢，他所谓的震撼教育，这应该是不会出现。OK， 所以3月10号作为一个时间点往后看，那个他讲的震撼教育比较会出现在那之后，但只是够不够震撼而已。差别只是在会不会震撼，这是第一件事情啊。那第二件事情，对黄国昌来讲，因为接下去看起来大罢免这件事情会一路一直烧到7、8月左右嘛，烧到投票的时候，所以对他来讲，这是一个议题上的最热的热点，怎么可能放得过？所以他是基于这个这么热爱声量的人，他不会放过这个大罢免这个舞台啦。所以这个舞台他一定会站上去，只是要怎么站上去，好，要怎么站上去，这就是我要讲的第3点。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站上去的第1天啊，就是我们讲说在万华龙山寺的那一天，那有褒有贬，有人说那个看起来好是不是精心安排跟计算过的，所以特别挑龙山寺，然后塑造出这个他是一个呢看得起被绿营支持者骂啊，然后可以跟这个国民党去抢蓝营共主的角色，这是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坦白说我尊重啦，尊重意思就是我没有很认同。因为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才是真的啦，就是他的仇恨值很明显，他在一些这个我们讲说偏绿的支持者多的地方，看起来那个表态度超级高不是每一个这个蓝白的那个政治人物到比较偏绿结构的选区去的时候，都会激起这么大的反应看到你非骂你不可，台湾人的个性是这样就即便我不支持你的政党，但是大家都是在过生活嘛，那个平常生活中也不是意识形态导向嘛，所以大家还是会好来好去的嘛，所以不太可能当着你的面直接跟你就讲叫你下台啦，骂你伪君子啦，骂什么鬼骨啦，然后那些我听到最难听的是骂跟动物有关的那就算了，就是这些词要当面骂出来，那个是一个真的非常非常讨厌你才会做这件事情。所以黄国昌的震撼教育我觉得他导致那天受到震撼教育，他可能不知道这些人讨厌他讨厌到这么直接。然后呢，所以我那时候才说，对黄国昌来讲，他排出来的行程，光是他的一日北高还好都没他，因为他出现时间真的很特殊啦，就是要么很晚，要么很早，早到就是长辈都还不会出门这样子，对，然后要么就很晚，晚到人家可能已经回家睡觉了，要不然他如果跟那些长辈像那一天在下午重叠时间重叠出现的话，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场景所以我是想说，他的时间好像是特别挑选过的就是极早跟极晚的时间这样。所以呢，对黄国昌来讲，那个震撼教育如果他要像他之前讲的信誓旦旦的说，全台他就要这样走透透去办，到处都要办这个所谓的这个反罢免的宣讲，要去要这个什么扫除绿卫兵的宣讲。光是扫除绿卫兵这4个字，因为它等同于一次把台湾有40%人打成都叫做绿卫兵他等于一次把投给赖清德那40几%的人一次打成叫绿卫兵那你想想看，这么极端的仇恨用语，我只说一件事情你不要说对于那个我们不要讲说这个绿营本来就是这个绿大于蓝的优势选区，你即便就算到蓝营优势选区，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到新竹市的天公坛的周边去看看，新竹市天公坛的周边是新竹市的选区结构里面，那边号称是新竹市的民主圣地，你去那周边看看。你到那边去到天公坛前面去宣讲，那你看看会不会发生跟龙山寺一样的事情？然后呢，
那你如果真的这么有勇气的话，你到高雄的三凤宫前面去宣讲看看，你看看你到三凤宫去宣讲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你如果做的都是像这样很仇恨式的，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我一直说黄国昌很擅长这种减法哲学，因为他非常擅长这种仇恨式的语言。但仇恨式的语言，你真的到很多地方去。这个，因为你的仇恨值真的太高了，你到那边去宣讲的时候，如果场场都跟着你如影随形的话，所以我说黄国昌到时候会面临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龙山寺那天现场是自发性的就直接开始在骂人。OK。第二个阶段是大家发现说，哎，黄国昌的反应很好玩就骂你的时候呢，前面你笑笑的，到后面你的脸突然僵住了，然后不会笑这样子，大家开始注意你脸上的表情跟变化的时候，然后很多人就会开始好奇啊。基于好奇呢，开始自发性的，你哪一场去哪里，我就去到现场生，我就觉得等下举个标语在下面看你的反应是什么，或是枪家也比个到站看你反应是什么。当这种自发性的人变多进入第2阶段的时候，就有趣了。因为对黄国昌来讲，你出现的地方几乎等同于是仇恨值的化身。OK。那进到第3阶段是什么呢？就是你发现到现场想看你反应的人，竟然比你的支持者人数还要多，哇，死亡交叉哦。当死亡交叉发生的时候，我就很好奇一件事哦。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之前节目上呢，我们看到国民党朋友都还蛮客气的啦。黄国昌如果来站台的话，大家都支持嘛，对不对？当黄国昌如果真的变成仇恨值的化身，一来就会被呛下的话。那我就很好奇，到时候国民党这些被罢免的朋友，还真的这么愿意让黄国昌来站台吗 ？OK， 那林涛来针对整个大罢免，最后30秒有没有什么呼吁？其实你可以看到，刚才不是在讲说，这个中选会啊、地方选会你们审查的啊，但是你可以知道，台湾不管是人事，不管是中选，它是一条边。那当然各自地方权责有各自不同的，可是这个规定跟这个指挥其实都是抓在中央手上。所以面对这种大罢免时代，我其实真的想要讲一句话。再过补件10天之后再来抓战犯，其实不迟。现在其实最应该做的就是整军兵马，然后直接面对他们5人小组，从柯建铭、卓荣泰一直到赖总统，在去年已经设定好的大罢免的一个期程，这些资源、这些行政的机器、这些司法的大刀，都应该做好最严正的准备，绝对不要再自乱阵脚。来，坤正30秒。我现在才知道说，所有的罢免的团体都是林涛在指挥的。他说是要罢掉谁就可以罢掉谁所以就可以证明说这些罢免团体跟林涛、跟朱立伦、跟国民党是有关系的第二个就是说，当然这个下个阶段有10天补件期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自己就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可是接下来就是说，我想说这些民团他们。第1阶段的19件完全都过关，那你就知道说他们是很扎扎实实的在做这些准备那接下来的这个第2阶段开始，我是觉得说在民进党这部分是真的要多出一点点力了因为要多出一点力，因为毕竟这些民团在第1阶段完全跟民进党就完全没有关系那这个接下来我有关系，然后你现在又没关系，这是你自己讲的然后你现在说要自己讲的，因为你自己讲就是说你可以叫谁，我本来没有关系可是从今天开始我就想介入了这是你自己讲的本来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我就介入了。知道说罢免我们的民进党团体就是跟林涛、跟朱立伦、跟国民党有关系的。OK， 看来大罢免当然是不可免，那只是在过程当中各阵营到底有多少人要面临像这样的一些的罢免一些的状态，那全民到底会是什么样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有收看，希望妹子们，我们下周见，拜拜。